45块钱换来了自由。第一座有高棉风格的建筑，公元881年的时候所建的，最早的吴哥寺庙。巴肯寺见证了整个吴哥王朝从建国到繁荣鼎盛。这里面特别的漂亮，好震撼啊！确实特别的精美啊！这里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这个宫殿里面住着一个9头蛇精，国王呢必须每天晚上。你们知道咱们中国的一个修复风格是什么吗？下雨了，下雨了，雨中八方寺，孙悟空的原型，在印度教里面叫哈努曼。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我现在在柬埔寨的暹粒，今天是我在暹粒的第2天了。说起柬埔寨啊，总是把嘎腰子、电栅还有飞车厂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之前啊，他们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类遗迹，就是吴哥窟。它甚至可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很多人说，在东南亚它没有一个强大的王朝，没有一个文明的存在。那么曾经在9世纪到13世纪的吴哥王朝，就是这个东南亚的统治者。它的版图从北可以延伸到咱们中国云南的边境，从东到越南，从西到泰国的部分地方。而这样的一个文明古国，它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诞生，并且达到鼎盛，在最后走向灭亡的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探索一下吴哥王朝。当然，关于吴哥的内容非常的多，我将分3个视频跟大家慢慢的阐述。很多人逛吴哥都是以小圈、大圈加上外圈的方式来浏览，这也是传统的一个旅游线路。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打破传统。如果旅行为了节省时间，当然是那样浏览是更加方便的。但是我呢，将按照时间顺序带大家浏览这个神奇的古迹。昨天我们买完票之后，是生成了这样的一张电子票。那游览古迹呢，是需要一个坐骑。这边呢，你可以租摩托车、包突突车，还有或者是包面包车进行游览。在很多年以前我是包面包车跟我的小伙伴一起游览的，可以说是有点走马观花。这次呢，我将租一辆电动车，我们国产爱玛。哇，这个好 Q 哦！再看看这一辆，我们进来里边看看。可以说中文？可以的。哦，你是中国人啊？看看我们这有价格，有8块的，有10块的，15、20。我租时间比较久，会不会便宜一点？可以啊，可以啊。你租大概租多久？7天。你如果租7天的话，我可以给你打个8折。8折啊？可爱吧，小黄鸭。粉色的小头盔。准备出发，启动我的坐骑。我导航都设置好了。刚骑出来没多远，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还好找了一个地方躲雨。我现在正在用固定机位拍，你们不要担心。自驾的感觉真好啊！哈哈。有了坐骑之后，你仿佛可以解锁很多隐藏的地方。哈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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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下过一阵雨真凉爽，你快看嘛，都比我骑得快。开电动车可以不用加油油钱又省了。然后我算了一下，它这个一个是8美元嘛，给我打了一个8折，折了一天的话大概45块钱人民币，45块钱换来了自由。Hello。刚才身后有个人叫住我要门票，挺好我的坐骑。曾经建在丛林里面的一个城市。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像吴哥这个遗迹，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很多攻略书上说它是一个法国的植物学家在探索动植物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其实也不完全对他是一个动植物学家没错，但是呢，却是因为他当时拿着一本书，是我们元朝的一个叫周达观写的《真腊分土记》的法文翻译版本，在1860年的时候拿着那本书到这边来找寻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在他发现这个地方之前其实这里一直都是有人在居住的，只不过这边生活的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古迹，并不知道它有这么高的一个价值。那说到《真腊分土记》这本书呢，可非常厉害了，它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一个书籍，但是它是受命于元朝皇帝的一个使命，来到这边作为使节来参观这里的。那当时的使节呢，多多少少有一点间谍的意思，所以他在游览这个柬埔寨的时候记录下了非常详细的关于这边的所有的一切资料。而且外国以前他们对历史资料的记载非常的有限，
所以这本书啊是唯一一本记录柬埔寨历史资料的一本书。现在很多柬埔寨的历史啊都要翻看这本《声纳分土记》。我们来到的第一座寺庙叫做巴孔寺，它是建于公元881年，也是吴哥历史上第一座有高棉风格的建筑。根据时间顺序，我们第一个要参观的是罗洛斯遗址群。那这个遗址群呢，主要有3个寺庙，巴孔寺呢是最大的一个。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印度教的有3个主神，一个是梵天，梵天是创造之神；第二个是比斯奴，比斯奴是守护之神；那第3个就是湿婆神，湿婆神是毁灭之神。大家肯定很奇怪了，为什么毁灭还能算是一个神呢？因为据传说啊，这个湿婆神呢可能脾气不太好，性格比较暴躁。刚刚就是从这条道进了，这条道叫做参道，在每一个的吴哥寺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参道，就是代表通往寺庙、通往神的道路啊，带着一个向往，带着一份虔诚。那个尖尖的塔啊，就是须弥山神居住的地方。在早期的吴哥寺庙，它都是用红砖建的，就像后面那2座红砖建的。但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呢，是在12世纪的时候它修复过，所以呢，它呈现一个砂岩的结构。砂岩的材料更能够去抵抗时间的腐蚀，因为它是供奉湿婆神的神庙，所以呢，它这里都会有 linga。知道 linga 是什么吗？没有错，当时呢，他们是有这个生殖崇拜的，所以呢，湿婆神又是掌管繁育的一个神仙。从参道进来，正中间会有一堆乱石头，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乱石头，是后期损坏了之后看不出它的原型。它其实是一只神牛，牛是湿婆神的坐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它原来的形状了。但是我好奇的是，在修复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这些石块就是神牛的石块？眼前的这个就是最原始的用红砖结构盖的这个寺庙。为了防止坍塌啊，现在他们上面都是用一些绑绳给它绑住的。像这些红砖材料的，它很多雕刻呢是不能够保存很长时间的，因为它通常是在这个红砖的外面漆上一个灰泥，在灰泥上雕刻。而这个灰泥呢，它是由泥和一些什么面粉啊组成的，所以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后面这个寺庙啊，就是公元881年的时候所建的最早的吴哥寺庙。这个是另外一座，还在修复当中。这座门头上面有一个浮雕，凑近点看，说的是众神当时在搅动乳海时候的一个故事。在印度教有好多好玩有意思的故事，神话故事，比如说乳海翻腾，比如说摩罗衍那。在后面的视频啊，给大家慢慢的讲述这些有趣的神话故事。墙壁上凿了很多个洞啊，目前这个用途呢还不明。砖块建的就是很难抵得住时间的侵蚀。登上咱们此行的第一座须弥山。像这些楼梯啊，非常难攀爬，就是非常虔诚的信徒要手脚并用才能够爬得上去。它这个斜度我估计有超过45度了。前往须弥山。这位神呢，当然是站在高处，看着底下的芸芸众生。这座寺庙是建在距离吴哥县的中心10几公里的路上，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决定定都在吴哥，所以是建在这个地方。下一个是神牛寺，建于9世纪。它建造的时候呢，国王是舍耶达摩2世。因为印度教里面当时认为国王就是神的化身，是上天的神派来管理治理人类。每一个国王啊都会有一个神的称号。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石头啊叫做红砂壤。红砂壤这些石头呢，它看起来是特别的坚硬，但是它在地底下挖出来的时候呢是特别柔软的。那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呢，就变得特别坚硬。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它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后，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个的孔洞。因为这些孔洞的存在啊，就是特别不便于去雕刻精美的一些图案，所以呢，它会在这样的一个红砂壤的外面刷一层灰泥。中间这一座呢，就是舍耶达摩2世，然后旁边一座是给他的祖父，一个是给他的父亲。这个就是神牛寺的主塔。
它是用红砖来建造的。那这里有些雕刻啊是用砂岩做的，所以有些雕刻呢能够保存这么久的一个时间。但是正是有这样一个灰泥啊，所以使得柬埔寨的这个雕刻艺术啊越来越精湛。国力越强盛，越和平，就越容易创造出一些精美的艺术雕塑。而这个时候的吴哥呢，它是属于一个建国初期，甚至于他还没有想好要把国都定在哪里。后面这3个塔啊是献给前面这3个塔的妻子的，所以它略显得矮小一点。因为柬埔寨以前他们是没有什么历史记录的嘛，除了从咱们的真腊分土记当中获取一些信息之外，他们还会从这些古建筑的一些雕刻上面获取一些信息。这墙壁上面就是记载的一些历史，很多都已经斑驳了。前面那个寺庙的灰泥保存得非常的完好啊，还是挺精美的。像这种窗户的设计啊，在整个吴哥遗址当中是比较少见的，也是只有早期才有的。奢耶达摩2世是吴哥历史的开端，从这个时间点往后啊，就开始了吴哥时代的繁荣。经过长达100多年时间的选址，他们最终才选定了这一块地方。这个地方也是接近于吴哥城的一个中心点了。现在到了巴肯山，这个是公元907年的时候，他们才选好了在这个地方定都。每座印度教寺庙呢都有一个长长的引道，那么这个巴肯寺的引道呢，就是这一座山。我们沿着这个山不断的向巴肯寺走去，它是位于一个高位。Hello guys, welcome Hello. to your vlog. Hello vlog. Yeah, Welcome yeah, to your, yeah, yeah, yeah. your guy. Hello. Say hello.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Cambodia. Where you from? China. 哦，我爱你。哦，我也爱你们。拜拜。再见。再见。大部分人啊来巴肯山是为了看日落的，但是今天乌云密布，明显没有日落，因为最近雨季嘛，就很少有大晴天的能看日落的。哇！它是建于公元10世纪初，也就是它建国没多久吧，908年建好的。据说以前呢，这座山上呢，在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参拜道，就是一个又长又陡的一个楼梯，直通山上的一个寺庙。但是现在呢，这些楼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都已经残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绕着这个山走。巴肯寺出现了。当时的巴肯寺被誉为国寺。现在是淡季，来的人比较少了。如果你旺季来的话，一定要早点过来，因为这个巴肯寺上面啊，只能容纳300人，是有工作人员在把守的。因为害怕人太多，这个寺塌了怎么办？看到这一个一个小塔了嘛？这个是舍利塔，得道高僧呢，就把他们的骨灰放在这些舍利塔当中。一共是108座。108呢，也是印度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登上巴肯寺。难以想象，这是1000多年的作品啊！现在为了安全加盖这种木头的石基，加上铁栏杆。但是以前的人呢，却是在非常陡峭的石阶上面往上面攀爬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信仰的力量。就是说陡到啊，基本上都是要用手脚并用才能爬得上去。到了公元907年的时候，吴哥王朝已经比较的富裕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用大量的石块来建这样的一个寺庙。而且你们看这些塔的一个布局，都是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让你感觉这些塔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最开始这个巴肯山上它是有5座寺庙，4个角角各一座，然后中间有一座。据说这4个角角上面的石块用于建一个大的佛像，所以呢，现在只剩下中间这一座了。哇，来的正是时候，好美好美！哇！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来的时候，没有赶上看日落，就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呢，被控制人数，在下面等到我上来的时候啊，日落已经结束了，只能看晚霞了。但是今天
也算是看到日落了吧，虽然云层比较厚。其实我觉得这个日落要跟这个整个巴肯山结合起来才会比较好看一点。这是一个体态丰盈的女生，可以看到她们的很多女生啊，基本上是不穿着上半身的衣服的。据说在那个时候的柬埔寨啊，她们就是上半身不穿衣服的，而且经常男男女女呢在河里面沐浴啊什么的。公元907年的时候，中国是唐代，你们也知道唐代是以肥为美的嘛。因为巴肯山是在一个制高点上面，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制高点上面啊看到吴哥的很多寺庙，就比如说小吴哥，好远啊，前面那个方向就是小吴哥了，有3个像笋一样的尖尖的塔。哇，今天巴肯山上面的晚霞好漂亮啊！我觉得看日落不仅仅是看日落，这个日落在这个巴肯山上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巴肯市见证了整个吴哥王朝从建国到繁荣鼎盛，到最后幻灭，到现在这么多游客慕名而来。人感觉到渺小，并不是说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当中觉得渺小，而是说我觉得是置身于这个整个历史长河中才觉得人特别渺小，人的生命特别的短暂。这边提醒大家，看完日落要赶紧下山，因为日落完全结束了之后呢，天也就黑了，下山的路不太好走。风景虽好，但是不能太贪恋啊！再见了，瞬间就天黑了。看到这个层层叠叠的云，就好像吴哥的寺庙一样，它是分为几层结构，3层结构，然后呢会有一些尖尖的塔。天色已晚，骑了我的小电驴回去喽。朋友们好，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我又要准备出发去探索吴哥窟。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早期的吴哥寺庙啊，都是崇拜湿婆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这里的人啊，他们比较信仰生殖崇拜，这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文明的发展轨迹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啊，他们有些地方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呢拥有很高的一个地位，男人当时呢是嫁到女方家里来的。虽然啊，我们这样的探索按照时间顺序来探索，可能花费的时间比较多，但是能够更详细的感觉到他们整个王朝的一个发展历程吧。我是希望啊，通过我的镜头、我的讲解，大家能够对这个吴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下次你们来的时候啊，你们可以跟你们的朋友吹嘘，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厉害的样子。Okay, thank you. 这个就是我的门票了，刚才给他看了一下。前面这个就是豆蔻寺，这个豆蔻寺是在公元921年的时候兴建的，供奉的是比斯奴。这是一座非常小的一个寺庙，有5座的佛塔，中间是比较高的，两边是比较矮一点的红砖建筑。哦，这旁边的这个守护神，他们是用红砖雕的。哇，这里面特别的漂亮。哇，好震撼啊！这里面应该是女神。雕像之所以没有被当时泰国进攻啊，没有被偷走，或者是没有被法国殖民者搬走，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红砖雕的。因为红砖它是由红砖一块一块拼成的，它不像石头可以整块的搬走。朋友们，我骑车快骑到吐了，现在准备去一个叫女王宫的地方，但是它真的好远好远好远，我已经骑了有30公里了，太远了太远了，朋友们。哎呀，骑了30公里，然后也跟老板换了一辆大车，但是在郊外好远好远的地方。不过还好，这些路倒是挺好的，都是铺砖路面。我骑了有半个多小时了，总算到了女王宫了。女王宫又叫班蒂斯雷，在10世纪晚期的时候，
女王宫这里的入口做的有点高级，比前面几个吴哥寺庙都要更正式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啊，女王宫它建造的年份是特别早的，10世纪晚期的时候，但是它却是整个吴哥遗迹当中保存的最完好的、最漂亮的一座宫殿。它也是唯一一座用红砂蓝建造并且雕刻的一个寺庙。说起女王宫啊，女王肯定是女王住的地方吧，对不对？可惜啊，不是的。这个名字的取的呢，其实是一个误会。当初发现的时候啊，就发现女王宫整个通体是红色的，特别漂亮，而且上面很多浮雕呢，很多女神啊什么的，就推测啊它是女王或者是女性住的地方。但其实呢，它这里是一个年长的得道高僧的一个修行的地方。虽然路途遥远，但是我觉得女王宫是必来的一个地方。看过了前面的寺庙，你会觉得女王宫这个建筑啊特别的迷你，相对来讲比较矮小又比较精致一点。难怪当初发现它的人还以为是一个女性住的地方。这个是女王宫的一个布局图，这两边是东西两边的参道，中间是女王宫，旁边有一个护城河。这边介绍上写啊，建于公元967年，特别早啊。它是供奉湿婆神的神庙。然后刚才走过来的这个参道啊，它全是用这种红土地做的，跟这个女王宫的红色互相辉映，确实特别的精美啊。我们先来看它的建筑材料，这个是红砂染，上面有很多孔洞的，它不方便用来雕刻。这个是红砂岩，真的难以想象，它这个是比吴哥窟更早200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它的保存却是如此的完好。看，哇，这个金翅鸟保存的也太好了吧，就像刚刚雕好的一样。你偷着它。因为这个寺庙它并不是服务于国王的，所以呢，它整个寺庙啊是更小一点，更小一号。这两边是 linga， 供奉湿婆神的神庙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linga 和神牛。这里的地板也是用这种红砂染，这种砖块啊，它在地底下的时候是湿的，湿的就会比较软，黏黏糊糊的。但是呢，它一经过太阳的暴晒啊，就特别的坚硬。出现了一只小可爱，它这个门的高度必须要弯腰才能走进去。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幽拟，上面的 linga 估计是被偷掉的。有一只神牛，上半部分也被切掉了。刚才看介绍说，2只大象不是高举着水瓶吗？然后倒出水来浇在那个拉克西米身上，就象征着幸福与洁净的清水洒在拉克西米身上。这画的是一个湿婆，湿婆在跳的毁灭之舞，他的天眼开了，旁边还有个乐师在伴奏，但是那个乐师被切掉了，太精美了，像刚雕的一样。而且在当时公元900多年，这样的一个生浮雕，这么多层次感的生浮雕。上面保存的太好了，然后连这个门上面都是浮雕，何况哈努曼作为门神。女王宫这里的作品真的让我非常惊叹，太漂亮了。这上面说的是湿婆神和他的妻子骑在一只神牛上面。这边很多的浮雕作品都在讲述摩罗衍那里面的故事。看到前面这个蒂瓦达女神了吧？这里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确实它整个形态啊跟吴哥的很多蒂瓦达女神不太一样，她的头啊是微微下垂的，有一种羞涩的感觉。这些浮雕不仅仅是精细啊，而且它整个是非常生动、非常灵动的，它感觉像是会动起来一样。前面这个建筑啊是叫空中宫殿，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宫殿，而是一座寺庙，供奉着一个9头蛇精。这座寺庙它是建于公元940几年，然后在11世纪的时候呢又给翻新了一下。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说啊，这个宫殿里面住着一个9头蛇精，国王呢必须每天晚上
如果国王一天晚上不去呢，那么这个国王就会有灾难降临，所以甚至连王后都不能踏入这个空中宫殿。这个故事呢是写在周达观的《征腊分土记》里面的，他当时也是向周围的百姓去考证了一下，所以才记录了下来。周达观当时是作为一个可以算是间谍啊，所以他的记录非常的详细，包括这个城门有多高，然后城墙有多高，护城河有多宽，都详详细细的记录下来了。那也包括一些国王的一些故事，可以看到它这个建筑材料有红砂壤，有红砖，也有砂岩。那个上面的9头蛇精估计已经不在了，可能是换成佛像，所以呢还有当地人在祭拜。像吴哥的很多印度教寺庙啊，有一部分是被改成佛教用途了。最近几天啊，我们都是走在这样的一个丛林当中。我在想啊，这些丛林会不会以前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之前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盖的木头房子跟茅草屋，所以呢，这些东西很容易是被大自然给吞噬掉的。逐渐的后面呢，就长出了这些树木出来。很多寺庙因为用石块建筑，所以保留了下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建筑是叫茶郊寺，也叫塔高寺，它是建于公元1000年，对，就是这么正好是1000年。但是进这个寺庙之前啊，我来了这边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这座寺庙呢是我们中国援建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工程修建的。其实你在整个吴哥窟的游览过程，你会发现，不仅仅是中国有在帮助柬埔寨在修复吴哥，因为柬埔寨这边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修复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呢，很多国家就各自过来领养一块来负责修复修缮。那很多国家在这边修复修缮的时候呢，又有他自己国家的一个风格。比如说印度用硫酸来清洗墙面，你们知道咱们中国的一个修复风格是什么吗？中国在修复吴哥古迹的时候啊，它是向下打了非常深的地基。因为中国认为啊，现在很多的吴哥古迹倒塌都是因为地基不够稳，地基不够扎实，所以呢，就先把上面的石块石桩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下面打了很深的地基，然后再把这些石块石桩再拼接上去。从这个入口的 linga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座寺庙是献给湿婆神的。同时这个寺庙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是它是第一座砂岩石建造的吴哥寺庙。之前的朝代都是用红砖来建，或者是红砂壤来建，这个是第一个用砂岩来建。那用砂岩来建，就可以在上面雕刻非常精美的一些雕塑，但是可以看到这座寺庙雕塑还是相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寺庙啊，它是一座烂尾楼，它是一座未完工的一个项目。据说当时啊，在建这个寺庙的时候被雷劈了，然后呢，他们就认为可能是神的旨意不让建这个寺庙，所以停工了。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可能当时第一次用这个砂岩来建造寺庙，不太知道怎么在这个砂岩上雕刻一些精美的图案，因为砂岩它质地比较坚硬。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作为国寺供奉湿婆神。国家奉事之神赋予高棉国王以王权，而国王则通过创建属于自己的庙山建筑，以彰显其被赋予权力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前面有说到吴哥时代啊，他们历任的君王都觉得自己是天上的一位神仙，然后下凡来统治人类，所以每一任君王啊都会为自己盖一座寺庙来彰显他的神力和权力。我现在走的是一个回廊，它是一个装饰型回廊，没有具体的一个作用。那么茶郊寺就是奢耶达摩五世所建造的。那整个吴哥王朝呢，不仅仅是有一个国王，前后加起来一共是10个国王。中间啊，并不是被盗走，而是未完工。先看这边中间也没有雕像。石壁上面也是记载着某些事情。
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宗教故事。这些孔洞就是修复的时候留下的一些痕迹，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它不是一个井，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之前呢是有一个 Linga 和一个 Yoni，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 Yoni。至于 Linga 去了哪里呢，我也不太清楚。这边说一下 ，Linga 就是男性的生殖器 ，Yoni 就是女性的生殖器。以后我就用这个来代称。其实这也是在印度教当中，他们早期生殖崇拜的时候的一个称呼。湿婆神的坐骑神牛啊，据说在吴哥寺庙当中，所有的这个它的神牛的脚都是不见的，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神牛。朋友们，这个阶梯相当的陡啊，陡峭就是你要用虔诚敬畏之心来攀爬，甚至于手脚并用。茶礁寺跟其他的吴哥寺庙一样，都是5层的一个须弥山的一个结构。须弥山被印度教称为世界的中心。可以看到，中国在修复这些古迹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些原则的。如果是新建的新的修复，它会做的就是像新的一样，它不会给你做旧处理，因为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修复上去的新的一些石块啊，都是可移动、可拆除的，就是在尽可能的恢复这个寺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样貌的情况下面，又能够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好了，来到了这个须弥山上面，而且可以看到茶礁寺确实没有太多的雕刻，守护神啊、仙女啊、女神啊，啥都没有，名副其实的烂尾楼。我的考验来了，怎么下去呢？看看这位兄弟真艰难啊！前面是吴哥王城，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胜利之门。胜利之门前面啊，它有一组石雕，讲的也是搅动如海的故事。你们看，众神啊，就拖着 Naga 的身体来搅动这个如海，都已经没有头了。一边是善神，一边是恶神。胜利之门是东门，在这个吴哥王城的4个门上面都有这个奢耶达摩七世的一个高棉的微笑，它的象征高棉的微笑。在后面的视频我们会讲到这个奢耶达摩七世，非常特别的一个国王。其实在印度教里面，善和恶是没有绝对的，它不存在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就好像很多神的坐骑经常也会变成魔来危害人间。继续向前进，我们穿过胜利之门。胜利之门为啥叫胜利之门呢？就是因为当年打仗的时候归来走的就是这个门。哦，穿过来了。哇，前面这个有一点壮观了，这个是叫八方寺。这个时候的国力已经快接近于小吴哥时期了，已经快达到了鼎盛。我们一路从公元880年过来，到了11世纪，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寺庙了。它特别高，占地面积特别大，视觉非常的震撼。在《真腊分土记》里面有说啊，在巴隆寺的旁边，因为巴隆寺当时是一个金色的寺庙，有一座铜塔，铜色的寺庙，说的就是这个八方寺。然后还记载了八方寺气势非常的恢宏。你们看到八方寺的引道了吗？八方寺的引道特别长，从那边开始，一直然后才到达了这个寺庙。我特别喜欢这个引道，它是架空起来的，然后它下面的柱子又特别的密集。走在八方寺这个引道上面啊，你特别有感觉，有没有像在玩这个逃脱神庙的感觉？反正我突然间就想起了逃脱神庙，带你们玩一把真实的逃脱神庙。你们看到旁边这些石块，散落的石块了吗？这里啊有一段历史。当年法国在19世纪大概60年代在修复这个八方寺的时候啊，他们把八方寺所有的都拆了，然后并且进行编号。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在柬埔寨境内爆发了红色高棉，所以当时帮忙修复这个八方寺的法国的一些工程人员啊，全部都遇难了。那他们遇难了之后呢，就没有人知道这些石块上面的标记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后来啊，
非常难修复这座寺庙，这也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难的一个拼图游戏。但是现在啊，你们看到八幡寺已经被重新的建起来了，再难的拼图游戏，人类都可以破解。这个门框透过去，现在天上风云突变，突然间乌云密布，准备下大雨的感觉。我就找了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然后静静地看着这个建筑。下雨了，下雨了，雨中八幡寺，我还打雷呢，老吓人了。刚才我冒雨骑回来了，我在5点的时候看到还在下雨啊，我就觉得今天看八幡寺的可能性不太大了，所以我就骑回来了，冒雨骑回来。因为再晚一点啊，天就黑了，天黑了之后就很难走了，各种小飞虫就会往你的脸上砸。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吃一碗暹粒当地很有名的牛骨粉，一整根大牛骨。然后我们到里面去看看，看好多人哦。牛骨啊。Yes. 牛杂。牛杂。Yes. 牛肚。牛肚会中文啊。牛尾牛肚，牛杂牛尾。哦。Yes. 没有牛肉。It's just beef. 哦。I need this one. Okay. 我估摸着，像柬埔寨很多这样的面店、粉店，估计都是华人开的。你会感觉它跟柬埔寨章有点非常不一样，自己独成一派那种感觉，特别是这种汤粉、汤面那种形式。好大一块啊！你们不想象不出有多大，看看我的手，这怎么吃啊，朋友们？哦。他给了一个刀，用刀来割一割。哇，无从下手啊，朋友们！我们先割一块牛筋试试看。噔，它这个牛筋已经炖得非常的绵软，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可以，是我喜欢的。其实吃牛骨就是吃这个筋筋的。哇，这个筋筋哦，但是这个酱有点偏甜，6美元，稍稍有点贵。我喜欢一边剔一边吃。哇，吃完收工。Hello， 朋友们，我又来了。今天是第3天了，昨天下雨，然后就回去了。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八幡寺，来详细看一下。今天再来走一遍这个长长的参道。在吴哥时期，每个国王在位的时候都会为自己建一个国庙，以显示自己一个天神的身份。在吴哥王朝，它是神王合一。八幡寺是乌代亚迪亚拔摩2世所建。这里啊，以前有4个水池，现在留下来的话只有1个水池。以前人们在通往寺庙的路上需要沐浴，然后这一条参道呢有满满的仪式感，非常像踩着红地毯，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昨天我们就在这边看雨的，今天我从这边开始继续探索。哇，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当时是怎么样把它拼起来的？一样是有一个木梯爬上去。这以前这个台阶真的太难爬了，哇，这个坡度接近于80度角了，我觉得。现在这些台阶上面布满了青苔，还从石头当中长出好多草来，生命真是顽强。在印度教有2个非常著名的神话故事，一个是摩罗衍那，一个是摩诃波罗多。那在八幡寺的这个墙上啊，就可以看到摩罗衍那的一个故事。这边记载的是黑天神与恶魔搏斗的一个故事。头上有3个揪揪的，就是黑天神。然后这幅图呢，是黑天神骑在一个巨蟒上面，把巨蟒一分为2，然后其他都是黑天神与恶魔搏斗。至于这2个非常著名的印度教史诗啊，我们在后面的吴哥窟里面再详细的跟大家说。因为啊，在吴哥窟里面有长达100米的巨幅壁画，都在说摩罗衍那的故事。这个是吴哥寺庙都会有的蒂娃大女神。这个时候的蒂娃大女神啊，大家可以看到她的整个身体的曲线已经是比较纤细了。它不像是我们在巴肯山上面的看到的是比较丰满一点，这时候比较纤细了，说明人的审美啊在发生转变。像这种寺庙，你会就感觉比较安静，来的人比较少。
但这个寺庙也是相当的壮观，只不过这个八幡寺被损毁的比较厉害，雕刻呢都比较少一点。比起小吴哥来啊，这边就是保留的一些雕刻会比较少一点。哇，这个回廊好有感觉哦！哇塞，一道门一道门的，你们看到了吗？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人类仅仅是用石头雕做了这么多庞大的建筑，而且还如此的精美。这个壁画也是描述的《罗摩衍那》里面的场景。这个是任嘎之杖，任嘎之杖是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看到它像谁了吗？这个就是《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原型，在印度教里面叫哈努曼。当时哈努曼啊是帮助罗摩，罗摩是一个王子，跟魔王大打出手。当时他们打仗的地点啊就在现今的斯里兰卡。它这里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建筑的里面还是用红砂壤，就是带孔的那个红色的砖头，外面呢是用红砂岩，就是黑色的不带孔的坚硬的石头。下面那个十字形的台子呢，它以前是一个藏经阁，现在只有剩下门框和几根柱子了。以前的藏经阁啊，不像我们藏的一些什么会藏的一些纸质的书籍，但是他们的经书呢是刻在树叶上面的。以前这个寺庙都是附着的铜的，整体都是通体都是用铜做的，铜光闪闪。但现在看不出任何铜了。前面这个就是中央圣殿，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以前这个圣殿啊，据说是中间这个圣殿被涂满了金色，现在这个圣殿是上不去了，上面只剩下几个门框。还有啊，你们觉得这些柱子熟悉不熟悉？我怎么觉得跟希腊式的建筑有点像呢？也是柱子。看到这些花纹啊，基本上都在说搅动如海，都是在说浪花，在浪花当中会诞生女神。而且印度教认为啊，浪花不断翻卷，才有生命才会生生不息。现在这个寺庙还是有人来祭拜的，但是不是印度教寺庙，现在是作为一个佛教寺庙使用。这里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里面是那种很多孔洞的砖红壤，外面是这个岩石的结构。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朝代啊，也难逃这样成为废墟的命运。我现在走在这上面特别舒服，特别安静，然后听到的都是那种鸟鸣、鸟叫声。强烈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买7日票，7日票就比3日票多10美元，但是你获得的体验完全不一样，而且你可以把节奏放慢下来，不用去赶景点，可以慢慢的去欣赏每一个石雕、每一个故事。你甚至于在来之前先把这个印度教的一些故事看了一下，你就会觉得这里蛮有意思的。哇，下去的楼梯真是脚发软，这个台阶还相当的狭小，我只能让我的脚侧着过。哎呦，有恐包的朋友吗？太可怕了。哇，这外面还有好多壁画。猴子。现在看到的这个八幡寺的背面，其实这个八幡寺跟其他的印度教寺庙一样，它是4面都有的。但是为什么这边少了呢？因为当时啊，据说把这些石块，有一些石块啊，拿去雕刻一个卧佛。当时在12世纪的时候，吴哥王朝从印度教改信大乘佛教，所以呢要去雕卧佛。不过据说那个卧佛最后也没有雕成。哇，这些猴子这么乖的吗？它在掏吃的东西，好享受啊！你看，闭起眼睛来了。好了，到此就完成了我们对吴哥王朝时代的初创、建国，甚至于有一点点繁荣时代的一个探索。
它包含了我们之前去过的罗洛寺遗址，还有豆蔻寺，还有巴肯山、茶礁寺、女王宫等等。如果你们时间有限的话，你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旅游线路，小圈、大圈、外圈这样浏览，这样是普遍研究出来不走回头路，而且能够把那个精华的景点都走完的一个走法。但是呢，我嘛就是二班的，不走寻常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收看下面的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2国柬埔寨，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咱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